但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国际政治专家方恩格，大家好。好，大家好，我们要来持续的关心美国上面的问题哦，因为现在哦，这委内瑞拉的事务啊，哇，引起了这个国际的震撼。好，但是现在啊，美国这边啊，也有一些不同的纷扰。好，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参议院现在表决通过，要限制川普对委内瑞拉再动武。好，所以也发现说啊，有共和党议员5名跑票，1名弃权之下，以52的票数赞成，47反对，通过了程序性的表决。好，那此举就被视为是国会要试图收回部分战争的权利。好，但我们刚才也讲到嘛，共和党里头有人跑票，好，所以是连同党人也不挺川普了吗？好，那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了我们刚刚讲到的限制对委内瑞拉再动武。川普现在呛瞎说啊，这些议员下台。川普说这项投票将削弱美国自我防卫跟国家的安全，甚至川普自己还讲说啊，我不需要国际法，仅受自身的道德约束。他是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被问到他对全球权力是否存在有任何限制的时候，他说是的，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自己的道德准则，我自己的想法，只有这些才能阻止我。他说他不需要国际法。好，那这代表什么？就川普要当皇帝嘛，怪不得这个美国人永远在说 king 川普是一个 king。好，那当然我们也现在看到了美国的这个部分。好，那不好意思，我们再讲一下，川普他还表态说他不能将委内瑞拉的案例套用在台湾，那甚至重申在他自己总统任内，习近平不会对台湾发动攻击。好，不过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范斯也说要确保委内瑞拉政府听从美国的这个非常大势力的在压制。这个范斯说几乎每一天都会召集白宫主要的官员，就委内瑞拉的问题来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那并照着川普的指示确保委内瑞拉的政府会听从美国的指示，而且做美国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好，但委内瑞拉现在是不是也在找靠山呢？我们先看到委内瑞拉在他们国内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宣布释放了大批的囚犯。好，那当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的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他说释放大批外国人跟委内瑞拉籍的囚犯，那这个举动为了展示的是委方巩固和平的姿态。好，但是呢，这个动作传出说有可能就是美国在后头施压。那根据熟悉美国政府的情况来源的透露说，从这个突袭行动之后，美方的官员积极的协助在委内瑞拉建立一个临时的过渡政府，而且还提出了多项要求，其中就包含这个释放政治犯。好，那我们也知道川普对委内瑞拉他的头号的目标就是石油，所以他现在掌控了石油之后，也是移交了超过3000万桶所以运价单日上涨了9%。好，我们看到这是8号的期货市场超大型邮轮 VLCC 日租单日上涨了9%。那现货市场的日租在8到9万美元之间。那一旦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其实被美国掌控之后，其实有个国家会蛮担心的就是古巴。因为古巴如果没有了委内瑞拉的供应的话，现在专家说有可能他们的经济会瘫痪，而且政府可能会倒台，所以他们说古巴的能源系统恐怕在30天之内就会全面的崩溃。好，那当然一轮也很好奇古巴跟委内瑞拉之间的关系。好，他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那甚至两国的合作的核心景象是被说石油换医生有这样子的交换的这个部分，所以当然对古巴就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好，那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现在会中国大使，那他则是感谢说中国谴责了美国强行的控制，那马杜罗跟他的妻子侵略委内瑞拉的行径他觉得对美国是表达相当的不满。好，那委内瑞拉的外长则说委内瑞拉将致力于深化对华的经贸合作。
好，那当然除了委内瑞拉之外，我们之前也有曾经听到嘛，川普不是对另外一个国家也下了一个这个威吓令吗？就是哥伦比亚。好，那这哥伦比亚的部分啊，就是川普也威胁说啊，不排除也会对这个部分来采取一个军事行动但现在情况急转直下这双方有对话了而且说很荣幸川普这边说很荣幸跟哥伦比亚的总统裴卓来进行通话，说裴卓打电话给他来解释了毒品的问题而且他们之间有一些其他的分歧也都讨论了，他对他的来电跟语气表示感谢，而且期待不久之后要跟哥伦比亚总统裴卓来进行见面。好，那哥伦比亚的外交部长则是有特别讲说这两国的总统在7号的时候通了电话，那是两国建构一个更清晰而且更彼此尊重的双边关系的起点。好，哥伦比亚这边是愿意来斡旋委内瑞拉的局势。好，那大家就看到啦，哥伦比亚的内政部长到底他们也讲了一句话，为什么？因为这两国的关系也是突然转得太快，原因是什么？似乎就跟这个哥伦比亚有跟美国说要联手的来打击游击队。好，这是他们内政部长讲说这个总统裴卓跟川普是同意采取一个联合行动，就是要打击在哥国跟委内瑞拉边境从事古柯碱走私活动的游击队。好，那虽然有些人认为这个哥伦比亚可能是一个表面功夫，但是伊伦更认为现在哥伦比亚是一个保存自己生命的一个保卫战外交那不得不嘛要遵从一些川普想要的，必须要做一些交换。好，我们看到国际的政治很现实，但是也最残酷。好，我们首先一样看到了川普，其实他们党内自己人现在也要限制他对国外动武的行动。我们一样先问两哥。这个只是参议院还要到众议院我认为最后还是不会过了。这个不知道 Ross 怎么看那基本上委内瑞拉，我觉得要看它进展到哪一个部分的问题啦。比如说现在，如果是就那个2007把美国石油公司给没收国有化，那我估计委内瑞拉会让步了比如说雪佛兰美孚石油公司它的权益应该会被恢复这个没有问题啦那至于3000万桶归美国所有，这个我觉得还没有定案而且委内瑞拉现在也拿不出3000万桶它一天的日产量只有85万桶那难道他自己都不用而且这里面80%的买家是中国。那委内瑞拉主要是重油，目前是用打折价卖给中国。那美国已经讲了，说他一旦取得委内瑞拉对外贩售的权利，他要用市价交易。那中国一定会买吗？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跟你讲，这里面有很多方的博弈了。那第三就是我讲白了啦，本来石油利益是马杜罗还有部分军方人士有拿到好处嘛。好，那现在美国如果掌握对外的贩售权，我估计美国政府不会介入了，可能会交给石油公司来处理那石油公司要不要分利益给军方？这个蛮关键的这个如果没有得到一定的利益我很难想象军方会让这件事情运作得很平顺不要忘了，委内瑞拉到处都是黑枪你没有搞定，很容易被暗杀。那还有第4个，就是在美国压力下释放这个政治犯嘛。那这个当然都是马杜罗的反对派了。可是接下来美国还要这个政府叫过渡政府他说未来你还要再过渡到新的政府，意思就是反对派要进来分享权力你认为保守派会同意吗？我觉得这个变数也蛮大的。对或者是进行改选变数也很多因为这一群人再怎么样，包括这个代总统军方，他们也许跟马杜罗有不一样的利益可是他们是同一群的他们跟反对派绝对不是同一群因为马杜罗在13年前第一次选举那次是最准的啦，51比49，
所以你就知道委内瑞拉是分裂成2群啊。那以目前的状况，你说保守派要把政权部分权力分给反对党啊，你看那个赖清德现在那个状况，你就知道有多难。对啊，那还有最后一个，美国如果要把石油的利益要拿去相当大一块，委内瑞拉现在的老百姓有60%是活在3餐不继的状况，所以美国一定要解除制裁，让委内瑞拉的经济好转过来。不然我跟你讲，光是穷人抗议啊，你可能就受不了，因为他现在的经济非常不好啊，所以美国什么时候要开始取消制裁，其实也蛮关键的。哇，所以这个情势蛮复杂的哦，这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想出来的，不知道川普任内有没有办法完全解决。将军，这个委内瑞拉里面军阀割据的情况马上会成立嘛？是，他都要保持他自己的利益的那一块。当然了，油商也可以去跟他诉说嘛。你现在一天只产80万桶，我机器来了可以一天产160万桶，这个桶我可以把利益给你嘛？这是美国的这个方法嘛。问题说美国要派陆军或者政府的去控制太难了啦，因为你很多个区域的军阀的利益都不相同，所以收拾这个委内瑞拉这个问题还有了他头痛的啦。这个释放囚犯当然是美国压力嘛，因为囚犯都是政治犯多的话，反对的势力就更起来了，所以委内瑞拉将来不会很安静的。我觉得倒是对美国国会很有兴趣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4件事情是大事：作战我开战，还是我守防御战守，还有一个避和避是什么？躲开这些危机，最后和谈。这4个是国家的生杀大权，照理就是通知收在国会手上。所以这件事情，共和党也有人认为不恰当。所以这个关税作战是不是到此为止啊？因为进口商都开始要求赔偿了嘛。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很有趣的观察。川普绝对不是像民主国家的总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像，他可以完全无视国际法规，凭他个人的道德标准。那请问他的道德标准呢？看看他避税、逃税、破产、漏税，我不相信这个人道德操守有多好。所以这个问题就他一上台就看出来，吃软怕硬，专门找小的国家下手。我跟你讲，南美洲将来很麻烦的。这个所谓唐罗主义啊，他杀了委内瑞拉这一招啊，就震惊到很多。阿根廷本来就是摇摆不定的，现在就要看巴西。古巴是很容易拿到手了。古巴，我想上次猪猡湾事件的时候，古巴还有很多反抗分子还在佛罗里达州嘛，将来说不定要把他们放回去，可能政治上总是有野心的人嘛。所以你看，整个南美啊，秘鲁呢根本不要谈了。整个南美洲这样搞下去，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能投资会打水漂了，对不对？一个小国家嘛，很容易屈从嘛。你看哥伦比亚，看委内瑞拉，再看古巴，你看整个南美洲还有哪一个比较有力的力量能够抵抗川普这种行为？对不对？川普很聪明的，不用陆军了，空军空炸了，海上封锁了，这都可以让一个军力弱小的国家很容易就范。所以我看，照目前态势来看，南美是要听他老大的这个命令的。对，所以我们看吧，这个世界不会很安静的。对，中东的战火起来了，这个泰柬也有战争，台海也有，日本也有。我觉得世界大战是不是发生，但世界大乱是必定的。因为你这个关税把人家完整的产业链切成一段一段，每个国家要自保啊，这样搞，通货膨胀会越高。所以今年在全世界来讲不是个好年。对，所以2026年大家还是这个安全带要系紧因为还会再持续的不断的国际晃动啊。不过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哥伦比亚，因为这个马上戏剧性的转折马上跟川普也有了一个电话。好，律师我们怎么看？
其实我们都知道，川普很会骂人，很会骂，不管是民主党人士或其他国家的领袖，这个第一个任期就有，第二个任期回来执政，常常骂人，不管是什么欧洲领袖或者加拿大某几个都有骂过了，不管是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或者在 Truth Social 社区媒体的时候，但是通常川普跟这些人通电话或者当场见面的时候，他就比较客气，然后他会说，我们都谈得非常非常融洽，不是每一次，但比如说去年2月份 Zelensky 去白宫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气氛也没那么好，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只要是通电话或见面，那 Trump 就会比较客气，连最近骂过那个现任纽约市市长，一直骂，但是他去白宫的时候 ，Trump 就跟他说都是哈哈很高兴，都脸蛮笑容的。所以这次跟哥伦比亚总统通电话，说我们可以合作等等的，比较听起来是没什么大的问题，没有什么沟通障碍，并不意外。但是我补充一下，现在 Trump 我们要记一件事情，不管是针对 Venezuela、Cuba、哥伦比亚等等。他的 focus 已经开始是放在11月份的期中选举了，所以不管是油价，现在非常担心的是，因为民主党一直说这个 affordability 东西越来越贵了，生活费太贵了，所以 Trump 现在最大的 focus 就是在期中选举，所以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油价，去加油的时候会不会变贵，会变便宜，所以现在有更多的这个量进入国际市场，那或许会把这个价格会降低了，对，压低了，所以对川普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另外，他这次下令做这个 Venezuela 的行动，非常幸运的事情是没有美军伤亡，有受伤，但是没有伤亡。所以，如果接下来有类似的行动，不管是在 Cuba 或Colombia，Trump 也是要关心这个议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因为万一他同意有行动，但是美军有伤亡的话，那就会有非常大的政治代价。目前他可以说，你看，在我下令的时候，我们实行这个 Venezuela 的任务，没有一个美军伤亡了，都是在我领导之下非常顺利的执行行动。这个从政治的算法来说，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他也要考虑到，如果有类似的行动，会不会有美军伤亡？他这个是一定要避免的。对，因为如果有美军伤亡，对国内来说就会有反弹声音出来了。那当然川普尝到甜头了嘛，现在，所以到底还会不会有继续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大家也都很关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1月3号，委内瑞拉的总统被美国用军事行动抓走之后，当然川普认为这是一场非常棒的战役啊，所以他接下来锁定的还有其他的目标。就是格陵兰。好，格陵兰目前它有高度的自治权但是因为它的国防跟外交仍然是由丹麦的宗主国所掌握。好，所以现在川普把眼光放到了格陵兰啊，他说这个如果有租约的条约，不如直接拥有所以现在路透社说美国官员在讨论向格陵兰的居民要发放一次性的现金，那作为说服他们脱离丹麦，而且可能加入美国的方案之一。好，那川普这边则是表示他觉得这在心理上面是成功那所必须的。那他认为所有权能带来一些东西，那这些是租约或条约做不到的。好，但是到底要给格陵兰人多少钱呢？好，目前传出是每个人300万元的新台币来收买。好，我们自己组内讨论觉得300万不够，我们要求3000万才够，当然要加码才对啊。好，那川普你收并格陵兰那也传出说丹麦的官员要到白宫来厘清立场。好，这是丹麦驻美大使跟格陵兰驻华府首席代表有特别跟白宫的国家安全会议官员来会谈。好，但我们也看到了格陵兰的在野党魁布罗伯格，他说格陵兰应
该在没有丹麦参与的情况之下，跟美国政府来直接对话。好，其实看到这边，一轮有一些觉得疑惑，就想说，为什么要跳过丹麦啊？所以去查了一下，那看起来啊，是在野党认为这是10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应该甩开丹麦哦，直接来跟大金主谈条件，那或许也可以借此达成实质独立的一个目标。好，那川普执念的格陵兰啊，纽时也有在质疑必要性。因为他们认为啊，美国在格陵兰本来就有基地跟部署权，那真的需要买下，甚至动用更激进的手段取得格陵兰吗？好，那当然，现在大家分析，川普一定要接管格陵兰的3大主因，一个就是军事跟国家安全，再来很重要的就是北极航道的主权，这样可以牵制中俄嘛。再来就是关键的矿产还有能源资源，稀土这是川普一个心头大患一定要解决的部分。好，那美国丹麦到底会不会硬碰硬我们看到丹麦的国防部有证实，如果这个一旦发生了入侵行为即使指挥官尚不知晓宣战或是战争的状态，被攻击的部队也必须要立刻投战，投入战争，无需等待或是寻求命令，也就是要士兵啊，你可以先开枪再请示，没问题，先发出你的第一击。好，那目前看到啊，加强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丹麦政府先前已经计划购买2艘的新北极巡逻舰，甚至也加强雪橇犬的特种部队来进行巡逻。所以专家也认为说啊，因为格陵兰人口很少，缺乏自主的武装，那美军要凭借着强大的海空优势能轻易的完成闪电式的占领。好，但如果排除这些军事手段，想要拿到这世上最大的岛屿专家认为啦，恐怕还要再等1000年。认为如果不是军事手段的话，恐怕也没这么容易。好，那最近大家都一直在讲川普在推什么唐罗主义嘛，说希望这个军费要增长到1.5兆美元。好，我们看川普的说法，他说美国的国防开支到2027年财年应该要大增50%，所以军费的预算会增加到1.5兆美元。那打造一个梦想的军队，得益于关税带来的巨额收入，那他们完全有能力可以轻松的实现这个目标。好，但川普现在啊是不想跟任何国际关系打交道我们看到，因为他说要以自身的这个道德标准为准则嘛，所以这些国际的这个法规跟这个定律都跟他无关。所以他干脆就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但是学者很担心啊，你退出不是好事因为也会让中俄有机可乘。好，那美国现在不管是在军事外交上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国内的部分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好，主要就是因为ICE 又执法过当了。好，那这执法过当也让这个明尼阿波利斯的市长弗雷他非常的愤怒，他说他看过影片之后，说这是探员鲁莽的使用权力导致有人死亡，那 ICE 滚出明尼阿波利斯。好，那事发之后，其实有数名的抗议者上街来进行抗议。好，我们来看画面群众跟 ICC 爆发了冲突。好，那警方也喷洒了胡椒，试图驱散人群，造成了极端大众的骚扰。好，那其实我们前一天有跟大家来看相关的影片我不知道等一下导播可不可以放。其实我们也看到这影片上面ICE确实看起来是执法过当，因为这名37岁的美国籍女子她并没有攻击的行为。好，所以我们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副总统范斯还可以再力挺 ICE 因为川普力挺好啦，可能是因为这样。他说他也支持 ICE 说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面撒谎他也说那名女子就是遭到枪杀的女子，当时试图开车冲撞 ICE 好，那 ICE 的枪击案组明州的官员参与调查。那范斯说这名女子就是试图要阻碍合法执行的行动。好，那他说这点毋庸置疑，所以范斯认为他的死亡是一起悲剧，但这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极左翼策动的悲剧。好，所以呢，到底是谁在说这件事情？我们也听听范斯怎么讲。The president stands with ICE. I stand with ICE. We stand with all of ou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And part of that is recognizing that you people in the media, not everybody in this room, but many people in this room have been lying about this attack. She was
trying to ram this guy with her car. 好，这是范斯的说法。我们先问问亮哥怎么看？这个格陵兰啊，丹麦在格陵兰自治法就允许他有独立权利，所以格陵兰如果发动公投，寻求独立，丹麦不得阻止。是，如果通过，丹麦也只能够尊重。我认为美国的策略应该是策动格陵兰独立，因为它的人口只有56000啊，那有投票的公民只有2万多。那蛮好策动的、啊，本来就是啊，是啊，美国可以承诺给一笔钱，对，比我们还好策动、本来就是啊，只有2万多，那是这样啦。丹麦大概负担了格陵兰它的自治预算的一半啊，也没多少钱，才6到7亿美金。那美国要 cover 太容易了，搞不好全部都 cover 啊。那我基本上认为最后美国会成功啊，可是我不认为会直接去跟丹麦杠了，那引起那个北约的困扰啊。那搞不好那个美国做到一定程度，格陵兰独立运动搞到一定程度，丹麦就去跟美国谈了，那笔钱丹麦拿到不是更好？所以我认为美国会成功了啊。那当然主要有原因就是，北极圈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那包括又有稀土。还有气候变化，格陵兰有一些地方冰也融化了，而且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啊，真的能够充分运用的也只有美国了。而且目前最大的科研基地、最大的军事基地已经是美国的基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逃不掉啊。这个比中南美洲要容易多了，容易多了，根本不用军事行动。这个不，因为只有2万人嘛，那至于这个川普声称明年军事预算要增加到1兆5千亿啊，我觉得还是有点急啦，因为他不是要造那个战列舰啊，那还要做 F-47川普飞机啊，那还要做这个金盾计划，那都要花很多钱啊。可是美国有没有办法容许这么大的预算？这个我怀疑啊，因为所以他今年众议院一定要过半，可是几率非常低。我觉得共和党今年比较有可能维持现状是参议院，众议院难度非常高啊，所以只要众议院没有过半，他这个预算也过不了。好，将军怎么看？这个按照我们叫地缘战略来讲，北极是离他不远，他势力可以，何况对手这么虚弱，他不要丹麦参加是对的，丹麦参加很麻烦，北约一定会抗议。那虽然你北约同意丹麦让他独立自治，那没什么话讲，这么一点人口，美国拿钞票就可以买回来了，而且他答应开发一些公共的基础建设更有利嘛。那这个基地本来已经是最大基地，军事基地都在美国手上，所以格陵兰用不到用武力了，武力是顶多威吓一下丹麦，少说话啊，分一点利益给你的大概。可他跟丹麦还是要合作的，将来北极航道他还是要跟他合作的，所以还不至于翻脸，我觉得还不至于翻脸。所以讲的战略的极限呢，就是跟你的距离。现在美国现在军力也不差，可是对中国就没办法，因为你的势力没办法伸那么远。所以在2战也好，后来的这个几个打伊拉克也好，他都要附近像英国的基地就要支持他。那他要支援台湾的话，他的基地不够，所以他现在在打菲律宾主义。所以我们谈战略讲，你战略是有一个距离上的极限啊。你像我们古时候宋朝就没办法过去河西走廊，你这个农业民族就没办法突出来，千里馈粮啊，对不对？在前面1000人，后面要2000人，后面有3万个民夫给他送，所以那当然古时候交通不好，但是现在还是一样。所以美国我可以看到预判后来南美洲格陵兰大概都是他的，巴拿马也不要啰嗦，只是一句话就解决了嘛。就最主要是那个航道的问题嘛，
是不是美国船不要钱可以过？对，因为它这个对美国很重要，两个大洋里面的交通窄路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想川普这几样会得手。这个 ICU 啊，老百姓是很讨厌，为什么支持？川普为什么要支持？副总统也支持，这是川普的重大政策。ICU 没有受过完整的警察训练，他执法当然是有问题。因为什么容许他执法这么粗暴呢？因为你要这样才抓到隐藏在每个家每个地方的外籍移民呢，对社会都造成困扰嘛。可是他手报不出段，他也达不成抓到人送回去啊。所以 ICU 是川普的重大政策，他跟副总统必须支持。所以 ICU 还会在各州各地引起很多的麻烦，因为这些人是临时招聘的，没有经过完整的警察训练，所以这是很鲁莽的开枪，就造成民众的反感了。啊，这个会造成美国很内乱的问题耶。方律怎么看？格里兰这个问题，虽然他们可以办公投，但是问题是有这个时程的挑战。如果他们真的要办公投的话，他们现在要跟丹麦谈好，公投的提案到底是怎么问？是否独立，或者是否有几个选择独立，或者跟丹麦维持现状，或跟丹麦调整我们两国的关系。所以这个也会花很多时间，然后万一真的独立的话，真的要跟美国讨论条件的话，这个也要花时间。所以对不起，我恐怕在川普的人气应该是中晚，所以就要另外一个算子，那就是动手了，对不对？您说有道理。对，所以要看川普有多急了，真的。但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格里兰人自己站起来说，我们欢迎美国在我们格里兰扩大军事基地。其实这个是这个没问题，他们应该会很欢迎。但是问题是，川普不只是要军事基地，他要这个狂权的权利，所以这个问题不会短期之内会解决，应该会造成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矛盾。会，而且欧洲国家，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其实他们的反应是没有太激烈了。那最近几天，法国总统他讲话是比较直接，但是我恐怕之后他们可能会越来越直接，比如说会召回驻美大使之类的动作，不排除还是会有类似的动作。那有关这个 ICE 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牵涉到其中选举，因为对川普来说，我打击非法移民、抓人送回去，是我原来竞选的非常政见跟承诺，而且他很想向选民说，我说到做到了。你看，从墨西哥非法入境美国的这个人数，的确是下滑了。从去年1月底他上来之后到现在，的确有下滑，这是事实。那另外，在国内抓这些没有证件的外国人送回去，虽然没有达到川普心里的这个目标人数啦，因为他本来说每天什么5000人是还没有达到，但是天天在抓人，他也可以说我真的是做到。那有关国防预算，这个也是跟其中选举有关，因为民主党他们怎么办？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那川普跟共和党就说：“哎，你看民主党不支持国防啊。”那真的是很为难民主党，所以他们应该没办法反对，还是会同意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看回第一岛链这边，因为日本之前的这个涉台言论让中国大陆很不爽，但我们一直看到中国大陆都是用外交的方式在回击。哇，现在出了一个狠招也就是他们驳回了日本两用物项的管制交涉那他说按照既定的步骤要来推进。那这中驻日大使馆就宣布说日本的外务事务这个次官
船越舰遇哦，就中方加强军民两用的物项哦，对日本这个出口的管制提出交涉，但是已经被中国驻日大使这边驳回了。好，那中国驻日大使哦是说，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哦，说按照既有的步骤来进行推进相关的措施。好，那这当然哦就被看出是被报复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嘛，所以《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啊，熟悉中国政府的知情人士就披露说，北京现在已经停止审查外销日本的稀土许可。好，所以这是我说的一张狠牌狠招。好，对象不限于军事业者，广及到其他的行业。好，所以现在日本哦向中国大陆出口的酒类通关哦，得多花1个月的时间，那也跟报复高市的言论有关。好，那这当然哦就会被人家觉得日本酒啊是日本的一个象征哇，所以现在被中国盯上了吧。好，那我们再看到就是中国现在加强对日本的出口管制，所以日本的财务大臣他也将在下周跟美国的财政部长会面，然后要讨论稀土供应的问题。那也重申日本对中国出口管制的谴责。好，重点就是日本在讨救兵啦，也只能再找美国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好，那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则是针对相关报道说整体而言，确保日本的农林水产品和食品出口海外畅通无阻是最重要的事情。好，但问题是找了救兵，人家川普是不是自身难保？我们看到关税这件案子可能会被判违法好，所以现在美国财政部长也特别讲到，如果真的被判关税无效，他有信心能透过其他的法律授权来征收关税，弥补任何判决所带来的关税收入的损失。好，那现在要进行宣判了，进口商也准备要讨回1500亿美元的退税。好，所以进口商也有一些准备。那加拿大的大小型家电商的执行长则说，政府的 DNA 里并没有退钱这件事情，看起来川普不会要退钱。那包含有一些好事多跟彩妆品牌在内的多家企业都提前向海关提起了诉讼，要争取保留退款的权益。因此看起来他们不看好川普的这个关税案件，认为应该会是无效的。好，那中美的晶片也是各自盘算，现在川普曝露说 Intel 的先进晶片规格，然后他就大喊说美国制造回来啦这是他心心念念的。那他也跟这个陈立武来会晤，这是 Intel 的执行长，那说这个对于自己在主导之下美国政府投资 Intel短短4个月内就带来了数百亿美元的收益，那川普认为是非常棒的交易。但问题现在北京到底要不要放行 H200 呢？路透社的报道说辉达要中国客户全额预付那到底美国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的副理事长魏少军，他是敦促中国本土的企业下单应该要更高度的谨慎，因为美方的真实战略意图他认为还是个谜。不过辉达在这几天跌到了超过2%，市值一夜蒸发了989亿美元。好，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对辉达也有一些影响。好，我们还是看到了最刚开始的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哇，又有一个新的狠招。我们先问亮哥。这个军民两用是针对军工产业啦。不过因为日本并没有专属的军工产业，它都混在民用事业当中比如说三菱重工，比如说川崎重工川菱重机所以打到的都是民营事业。可是主要的日本进口的主要倒不是军工类的，而是稀土磁铁啦，就是汽车业嘛。可是今天有一个新的报道，说稀土的审查作业全部停止那就要看日本的存量有多少，就全面封杀的意思。对，有人算过了，日本方面有人算说，如果禁了1年，那日本的损失是2.6兆日币如果禁1年那如果是军工的部分都被禁我猜美国会蛮高兴的，因为日本知道买美国的武器不是吗？我跟你讲中国大陆这一招其实是帮了美国跟韩国。比如日本可能有些东西就
不方便制造，那中国就去买韩国的。那武器的部分，那日本被逼的去买美国的，会有这种效应啊。那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高市早苗有一些传言出来，说他4月要解散众议院，他要改选，那就要利用他现在的高民调嘛，他现在有70%民调，他认为自民党可以增加席次，所以中国等于是跟他卯上了，我就要让你极右翼。我看你这个军民两用不用，你到时候还能够撑怎样？因为日本跟韩国有点像，那个金团联影响都蛮大的，尤其是韩国啊。所以李在明这次其实也因为金团联的压力了，韩国自己也有，他叫财阀的联合吧啊。那日本的金团联现在都非常痛苦啊，因为他在中国的企业1万家以上啊，那现在这种尴尬状况。他大概想要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啊，因为不知道这状况会持续多久啊。那另外这个，如果最高法院判川普关税是违宪啊，不一定会溯及既往啊。如果最高法院对川普好一点啊，说从现在起算，那之前的就不算了。所以那2000多亿还算川普的零用钱啊。那至于有没有办法？其实贝森特讲这有点夸大，他可以用别的法律没有错啊，用贸易法等等等，可是不能用对等关税。对等关税真的就只能够用紧急经济的紧急权利了，才有办法对全世界都实施。他当然可以针对个别国家啦做贸易调查啦，然后再实施关税，可是就不是对等关税了啦，就可能到时候几个比较重要的国家。那财政部赶快弄一弄啊，赶快发出贸易调查的通知啊，然后就赶快祭出关税的制裁，这样啊，那可能会花一点时间呐，并不是像贝森特讲的那么轻松啊，说可以全部都一样，不可能啊，因为如果只是贸易法，那不能用对等关税，是紧急经济权利才能这样用，对。所以当时大家对这部分也有异议，说现在又不是什么紧急经济的时候，怎么可以用对等关税嘛，对不对？将军怎么看？这个关税如果说被法院宣判违宪的话，对川普的是一个耳光啊，就是你做的打得很响，打得蛮响。但是川普也可以挨了以后也蛮乐观，为什么？关税开了，物价就下来了嘛。不征关税的话，物价会下来一点。这个东西对他的期中选重要，他会。失之桑榆，得之冬雨啊，对不对？所以对他就是刀切豆腐两面光。反正我还有别的方法，301条款什么东西去，虽然不可能做到全面像关税这样，但是他针对他的对手国家，他可能会用。这个日本找美国去谈稀土，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还要买军火，美国自己的稀土都不够，川普又要加价，要到这个扩大国防预算。他哪里剩下那一点稀土会给你啊？所以这个话是空话，你知道吧？美国现在所有高尖端的武器，没有一样能够离开稀土金属、贵金属的东西，你知道吧？没有这个东西做不出来。所以你美国自己感觉到6代机又落后，军舰很多舰载机都要退伍，你都要做很多现代的超高音速的飞机、飞弹，都需要稀土。所以我讲。听说美国的稀土库存量只能撑6个月吧？这个消息我们没有查证，但是问题，你要是美国的当事人，你会把这个稀土匀一点给日本吗？不可能的。你要想卖什么好尖端武器吗？不可能。我告诉你，台湾订了那么多订单，东西拿不到货，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的，对不对？对。所以对于我们不要听川普放大招，讲话很狂妄，他做不到了。做不到，这个也是一种商业习惯，先嘘声恐吓，先天价开上，落地还钱，现在就是川普的状况嘛，是很多东西开始在一个一个商量嘛，他能主要目的还是对中国也警觉了，这个辉达这个晶片一来哈，中国的这个半导体很多对那个 AI 的东西就要依赖它。中国大陆说，我忍一忍自己的 CPU 做出来以后，就不会受
回答的这个牵制了，因为人都有习惯嘛，养成了你开某种厂牌车，你可能下一辆还是那个车。就其这个晶片一到中国大陆霸占了市场，中国大陆很发展的很多新兴公司就没有机会。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乐观了。这个回答也不要太高兴，做了这么多库存品，中国不吸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吸收。对，所以这也是、他要先收钱啊，他还要先收钱。好，方律怎么看？有关关税这个问题，看起来川普还有他的团队，他们真的没有很担心。首先，他们已经说了，有其他的法条可以动用，继续实行高关税的政策。那另外，到时候如果真的最高法院真的是判违宪的话，他们还是会说，我们跟国家已经达成协议，他们愿意付啊，他们愿意继续付这个高关税，所以这个判决无关，真的是无关。如果日本或南韩、欧盟已经答应美国，我们是政府与政府达成协议，那这个判决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关联，他介入不了了。对，所以他们真的是没有很担心这件事情，而且已经赚进那么多钱。最高法院判决，万一判决违宪的话，会不会判钱要换给这些厂商？可能性也不大，真的是不大，所以川普真的是没有很担心这件事情。那但是这个晶片出口的问题，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国会议员，共和党籍国会议员会配合白宫，不会违反川普的意愿。但是还是有少数议题他们是愿意的，比如说他们多数共和党籍国会议员认为我们要对，比如说对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我们还是要加强制裁啊。那晶片也是，他们愿意加强限制了，所以这个今年可能国会还是会有相关的动作。所以如果川普最后还是开一个绿灯给回答出口什么晶片到中国去，国会很有可能会有行动。这个是今年这个算是科技战的一个中美科技战一个关键。对，所以现在这个北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还是持续的很复杂。所以方律你自己怎么看目前第一岛链的局势发展？我觉得台湾要小心哦，真的要小心。我真的觉得台湾要少点说话，多一点动作。多运动，都已经有动作了。比如说投资国防，我是很支持的。天天和什么民主国家要站在一起，多做少说啦。对，真的，是我们跟乌克兰站在一起，最后谁会理你？到时候不会来协防你，因为你过去说我们跟香港、乌克兰站在一起，但是如果大陆真的动手的话，你过去喊这些口号没有用。是。所以您认为说，中国大陆把这一招稀土的部分做一些管制，对日本真的有打出他们的痛处吗？一定会啊，一定会。所以刚刚有提到早市高苗，他可能要赶快接上国会，因为他怕以后经济状况可能会越来越糟糕啊。所以最好在他民调很高的话，大家因为中国的批评，大家都比较团结。其实不是因为他们那么爱台湾，是因为大陆批评他们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就会团结，不是因为他们要什么派兵协防，并不会了，真的，我坦白讲，对，他们是他们是团结，是因为自己国家的元首被骂，被另外一个国家被骂，那当然他们会团结，所以在这个时候选举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觉得这个时间是最好对高市早苗来说。不过他本来预期是4月，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可是4月这时候川普就要去访问习近平了。Rose 大概建议他2月就改选，马上就可以来。